谁能想到德国竟然是一个童话般的城堡王国啊！这次我们来德国的主要动力是看它的中世纪的城堡，然后城堡真的没有让我们失望，有太多可看的，尤其是它内部，你可以看到之前在这生活过的一些帝王将相们住过的生活痕迹。这的城堡保存得非常完好，以至于让人感觉好像穿越回了过去，好像我就是那个公主，此时正在和我的王子在这里生活。这个城堡逛得像迷宫一样，我永远不知道自己从哪儿进去，从哪儿出来的。在蜿蜒的走廊和防御工事中隐藏着真正的宝藏，他们在无数战争和灾难中幸存了下来。站在那里，我莫名地感觉到自己与中世纪的德国人和他们的异国生活方式产生了深深的连结。这次的城堡体验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砖一瓦都会说话。但是除了城堡，让我吃惊的是德国还有那么多可以让我们去感受的，现在就带你们一一分享。从斯图加特到首都柏林的路上，我们拜访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德国城镇，他们每个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比如巴登巴登的利滕谢塔尔林荫大道，这是我去过最美、自然能量最丰富的公园之一。要去我梦中的那片森林了。公园好有能量啊，感觉进来之后就发现能量爆满。再比如法兰克福600年历史的传统建筑和现代摩登生活的完美融合。The apple one is a Frankfurt thing? Yeah, Frankfurt's more popular. 确实是有苹果的味道，酸酸的，酸感大于甜感。想不到 Apple 还能做酒，而且它每一个味道都非常的不一样，口感也不一样。就冲这个酒就感觉法兰克福来很值啊。然后是海德堡老城，它真的处处皆特色，以至于我们都无法将其一一提及。海德堡真的太漂亮了，我们刚刚在民宿借了一个自行车，现在我们来到著名的哲学家小径，来走一走曾经哲学家们散步走过的路。没想到德国竟然这么好看， There's so much to see. 有这么多漂亮的镇子。 Yeah, it's true. 最后少不了的当然还有首都柏林，在市中心的每一个角落，你都会看到一座巨大的建筑。在它街头散步，你会发觉自己就像一个小蚂蚁，生活在一个巨人的世界里。它可以说是一段文化和历史的浓重缩影。整个柏林竟然有超过170多个博物馆，他们对这个历史还有这个文化的保护还有尊重还有重视，是真的是一级一级棒的。 Amazing that before there were photographs that people painted so realistic, you can actually get a sense of what it was like. This is Frankfurt 200 years ago. 不敢想象历史上的名人他家之前的厨房，现在我们就在这儿。德的妈妈负责这个厨房。我觉得去正确的看待历史，不忘记历史，是一件好事，可以提醒我们什么应该继续保持，继续去做，什么不要再去做。今天很巧，我们在柏林偶遇了来这边留学的中国小哥哥朱烈，然后我想问他一个问题：你目前为止对德国的印象怎么样？其实真正生活在这边的话，跟当地人打交道，包括处理日常一些事情，会发现其实这边还是一个比较有温度的地方。我感觉他们这儿的人就是 not shallow， 感觉他们聊天的东西，他们的言行举止都感觉挺有深度的。你问我温度，我觉得我们两个是总结很好。虽然只待了短短的4-5天，但是感觉看了德国的非常多的面相。有几个小地方，我真的感觉我愿意再回去住上个1-2个星期，我觉得可以是一个可以待久一点的地方。亲爱的德国，这次旅程只是一个开始，让我们下次再见。